带你回去，快！医生，病人已经出现大出血状况，血库里的 A 型血刚才被紧急调走了。什么？这谁会一下子调走一个血库的 A 型血？罗总，夫人已经大出血了，求求您再来看夫人最后一眼吧。还没死，等他死透了再来给我打电话。这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再来看我一眼吗？医生，病人心率急速下降，他快不行了。沈曼啊，沈曼，你一个沈家的独女，最后只落得这么一个凄惨的下场。如果再有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少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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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。这是我跟薄思妍的新房。少夫人，先生晚上要带你一起去拍卖会，你想穿哪套衣服？这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，怎么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少夫人，先生一直都没有晚上回来住过，这次你可得抓住机会呀！从前我为了讨好薄思妍，经常学着苏浅浅的穿衣打扮。上一世，薄思妍没有通知我更换女伴，就领着苏浅浅参加了拍卖会，让穿着和她同款裙子的我出镜亮相。不了，我穿这件。可是先生应该更喜欢白色的裙子吧？就这件。刘妈，帮我把这些白裙子全扔了，我不喜欢。过不了几年，我就会被薄思妍折磨得形同骨骼。在这之前，我要亲手结束这一切。You are my special. You are my special. 这是谁呀？你不认识他？沈家千金沈曼，薄思妍的新婚老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看到薄思妍这个王八蛋挽着另一个女人手进去，咱俩进去的时候，刚好看到小三与正品之间的激烈撕逼大战，想想多激动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薄思妍这臭小子，他的品味还真是难猜。放着这么好的富家千金美女不要，非得去啃个排骨吃。我从来都没有出席过这样的场合，要不我还是回去吧。你呀，要慢慢习惯。未来到了国外以后，这种场合你会经常经历。薄总，那咱们不等夫人了吗？我不是叫你通知他让他别来了吗？不怪李秘书，是我跟李秘书说不要让他通知沈姐姐的。我是怕别人议论我们，所以觉得还是让沈姐姐平静进去会更好。这个时候，沈曼出现肯定大吵大闹。薄总，好，不怪你。这样，你到门口守着，只要他进来，就立刻让他回去。恐怕来不及了，薄总，你看那边。沈曼，她怎么穿成这样？薄总，沈姐姐不知道你不喜欢鲜艳的颜色吗？薄夫人在这儿，但薄先生旁边的女伴是谁呀？你就是思妍资助的学生苏浅浅吧？你好，我叫沈曼，你也可以叫我薄夫人。薄夫人好。听说你是思妍资助的贫困生，过2年有出国的打算。浅浅学习成绩优异，这2年准备出国，但是她胆子很小，所以我带她出来见见世面。是啊，这一次你只是带着她来见世面，等她留学归来，你就会彻底爱上她。那思妍照顾好苏小姐，我先入座了。那个撒泼的沈曼，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？没记错的话，这次拍卖会上有一处荒废地皮，后来因为周围的高档龙盘变得价值不菲。既然已经决定离开薄思妍，
就该给自己找条退路。博总，一会儿真的要让我来举牌吗？当然，大胆一点。嗯。现在进行今天的正式拍卖环节。首先拍卖的是天瑞尊府，起拍价15个亿。16亿，我出17亿，我出19亿，20亿。好，20亿，这位小姐出20亿。还有没有更高的？20亿一次，20亿2次，20亿3次，成交。好，现在开始拍卖海城新月，起拍价10个亿。海城新月，一块废地还10亿，傻子才会拍呢。20亿。这女人发什么疯？博总，这块地皮没什么价值，沈姐姐这20个亿，怕是要打水漂了。沈曼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20亿一次，20亿2次。哎，沈曼是不是疯了？这个破地要20亿啊！30亿。小朵，你疯了！我记得这个萧铎是走珠宝生意的，什么时候玩房地产开发了？40亿。沈曼，闭嘴！50亿。100亿。100亿，疯了！疯了！这个女人绝对疯了。这块地皮连10亿都不值，她竟然要用100亿来买它。100亿一次，100亿2次，100亿3次，成交。总算是拿下来了，但居然让我平白无故多掏了80个亿，都是因为这个萧铎。哎，他这会儿啊，估计想杀了你的心都有了。博总，沈姐姐这样做会害得你亏死的。谁拍的地，谁买单，没人替他买单。好，今天的拍卖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沈曼，你要是不懂房地产，就别在这添乱。是啊，沈姐姐，你这样做会害得博总亏空100个亿呢。苏小姐，你误会了吧？这块地我是为自己拍的，跟博思妍没有关系。那可是100个亿啊，沈姐姐。区100亿，不过是我们买个茅厕的钱而已。再说了，这可是富可敌国的沈家，我说的没错吧，沈小姐？是啊，100亿，买着玩儿。听说博总结婚了，那想必旁边这位就是博夫人吧？这是我的夫人，沈曼。刚刚拍卖会上，我看你们有说有笑的，我还以为这位是博夫人。那要是这么讲的话，那想必这位女士，那肯定就是博总的秘书了。刚才一直在那举牌子呢。李秘书，送浅浅回家。是，博总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握够了没有？如果你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你完全没必要这样。你也太过于自信了吧？你跟这个萧铎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沈曼，在外你是博夫人，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身份，离别的男人远一点。你要求别人之前，能不能先要求你自己？你带着苏浅浅入场的时候，有考虑过你的身份？我今天已经让李秘书去通知你了。哦，是通知我不用来了吗？连萧铎那个外人都能认错博夫人，更何况别人。如果你是真的喜欢苏浅浅，那好啊，我们离婚。我说离婚。100亿对沈家来说不算多，但问题是沈家的豺狼虎豹正等着我出手，这时候不应该让他们得逞。还能找谁呢？有了，在未来的几年内，萧铎会迅速占领海城企业，和博思妍二虎争山。100亿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。我想找你借80亿。沈小姐，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！是你说的，100亿都不够你们盖个茅房。我在帮你撑场子，你看不出来啊？我还真是见识到了什么叫恩将仇报了啊！那你先跟我说一说，我为什么要借给你80亿？因为我20亿就能拿下的新月地皮，萧爷非要狠插一脚，害我白白搭进去了80个亿。理由不充分。借我80亿，3年以后连本带利还给你。
什么？3年？我坚决不同意啊！好，我借给你。我操，小赌，你疯了！我会让财务部转给你，合同咱们事后拟定。好，那我就谢谢萧爷了，合作愉快。小赌，你大爷！她是博思妍妻子呀，你借她钱干什么？因为它好看。我靠！我萧铎看上的女人，聘礼自然是我出，算我的。聘礼？博思妍的妻子是什么？你给哪门？你下哪门子聘礼啊你？你有病啊！一个有病，两个有病，都有病。之前博思妍踏进家门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恋家了？什么？有事儿？拍卖会的人上门催钱，我知道，你要是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可以跟我说啊。我已经解决好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用你过问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丈夫。你一向以此为耻，什么时候还想起是我的丈夫？你这么着急，不过是害怕我亏损100多亿，连累薄家罢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连累薄家。我很清楚，我跟你是商业联姻关系，我跟你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现在，你也不用1天3趟的就往家里跑。没想到萧铎的速度这么快。明天有一个晚宴，你跟我一起去参加。我？怎么？你不愿意吗？没记错的话，这次还是国际晚宴。你怎么不带你的苏倩倩一起去？你才是薄夫人，这种场合当然要你陪我一起去啊。这种场合我也应该多去一去，毕竟是自主创业，还是要多结识点人脉。好，我去准备一下。至少，她还愿意做这个名义上的薄夫人。倩倩，你男朋友对你真好，送你这么多漂亮的裙子。那当然了，这次的国际晚宴还是我男朋友专门为我组织的，说是好让我去结识那些国外的企业家。我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不能给他丢脸。喂，林秘书，我这就要下去了。苏小姐，博总说你今天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博总今晚要带夫人一起去，所以带夫人去？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思妍一向不喜欢沈曼那个泼妇，怎么会突然？倩倩，你男朋友该不会放你鸽子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倩倩，你说今天晚上的国际晚会可以结识很多的国外企业家，那你能不能也带我们2个去呀？我们也想见识一下。是，我们也想。倩倩，我们可是你的好闺蜜，你作为宴会的女主人，不会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吧？对啊，怎么会？那你们2个收拾一下，等会儿跟我一起去。只要在他们见到沈曼前找个借口把他们打发走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我准备好了。哇塞，夫人穿这件裙子比苏小姐穿好看多了。没关系。我从前倒是没有注意到，沈曼这样好看。还走吗？